在当今世界，军事演习可以被认为是现如今最常见的一种军事活动形式之一。本来军演并没有错，但是现如今在美国的渲染下，军演已经彻底变味了，其变成了美国展示霸权、向别国施压的一种军事手段。日前，美国率领31国在黑海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活动，光是参演人数就达到了5000人，而这样的一场军演持续的时间更是长达2周。从这一规模来看，若是说美军只是为了练兵、训练同盟友的作战默契，未免太过牵强。分析人士指出，从演练地点来看，美国这是在狠狠地针对俄罗斯，意图从海上对俄罗斯形成包围之势。早在军演开始之前，俄罗斯方面就发出警告，奉劝美国停下现在的挑衅行为，否则在军演期间发生意外冲突的风险将会很高。但是显然这样的警告并没有被听进去。在这样的情况下，素有战斗民族之称的俄罗斯自然也不会多废话，而是直接亮明了自己最后的军事底牌。就是在32国在黑海进行军演的同一时间，俄罗斯也在公开海域测试了其30年来最巨大的核动力潜艇。据内部消息人士透露称，这艘新型核潜艇名为别尔哥罗德号，其将会搭载6枚波塞冬核动力鱼雷，在全世界进行秘密部署。不用想也知道，此刻普京做出这样的动作，就是针对美国最后的警告。一旦他们这次军演踩上了俄罗斯的红线，那么这枚核潜艇将会直接奔向美国军舰，甚至是美国本土。这并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知道，不久之前，英国军舰就因越界挑衅遭到了俄罗斯的实弹驱逐警告。巧合的是，这一实弹发射的前提恰巧也是英国无视俄罗斯的口头警告下。从目前来看，俄罗斯的警告再一次被美国无视了。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罗斯爆出核潜艇整装待发的消息之后，美国驱逐舰瞬间趴窝，不敢出来了。美国海军甚至还连忙驳斥了网上关于罗斯号正在向克里米亚行进的传闻，称该艘军舰仍然在敖德萨。可以说，美军的确是害怕了。别看他们表面叫嚣的欢，其实是色令内荏。这也很好的说明了手握战略利器的重要性。巧合的是，在俄罗斯亮明底牌的时候，中国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建党100年之际，解放军公布了多款东风系列导弹的发射高光时刻，向世界，尤其是美国展示了中国军备实力。回望这100年，中国经历的坎坷数不胜数，也正是这样，国人才更懂得现如今辉煌成就的来之不易。但是让人扫兴的是，在这样的庆祝时刻，美国又开始有所行动。日前，美国一家民调机构联合智库机构公布了一项最新民调。据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17个经济体中，近 70% 的受访者对中国持负面态度。单单从这一数据中，我们就能明白美国的险恶用心。他们似乎是想再一次引导世界舆论，将矛头对准中国，同时也似乎在警告中国，在这么多敌对势力的围堵下，中国想要安心崛起十分困难。但是这样一组数据又能够证明什么呢？从被调查的对象中，我们发现了端倪。这一高比例数据背后大有文章。从被调查的对象来看，其基本由西方国家以及美国盟友组成。在清楚了这一点之后，出现 70% 这个数字，我们也并不感到奇怪。对于欧洲国家而言，中国的崛起极具破坏性，因为在中国崛起前的几个世纪以来，欧洲都是最发达的大陆，可以说这一地位无可撼动。但是直到中国崛起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同美国一样，欧洲也把自己的衰落归咎于中国的崛起。在这种错误认知的支配下，欧洲自然不会对中国崛起抱有好感，而美国盟友们就更好理解了。他们在对外战略上紧紧追随美国的步伐，比如在这次被调查的对象中，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就冲在了对华不友好的前线。其中日本的用心最为险恶，除了打心底里不希望中国崛起外，日本甚至还做出了实质性的挑衅举动。日前，日本正在和印度联手在东海进行联合训练。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动作属实罕见，可以认为是日印在太平洋地区禁止中国的一次军事行动。诚然，我们承认中国崛起面临的外部环境十分险恶，但是这不是一早就清楚的事情吗？难道说美国不来提醒中国就不明白吗？早在上个世纪，美国就已经让中国认清了这个事实，但是中国还不是照样按照自己的步伐飞速崛起吗？美国如今再重新炒作这一话题，是否反过来说明美国对付中国已经快没招了？而中国却在美国的挑衅下越战越勇。罗源将军有言在先，满腔热血已沸腾，国人当自强，美国再怎么变着法的挑衅，能奈我何？
日前，英国驱逐舰卫士号侵入俄罗斯领土克里米亚的领海，并且深入其中3海里的地方，结果直接遭到俄罗斯火力警告，还在英国军舰附近投射了炸弹，直接炸得英国鸡飞狗跳，以至于背后撑腰的美国干脆在黑海附近联合32个国家进行军演。这件事闹得还是挺火热的，虽然知道的说英国这是警告俄罗斯，不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领土，但是不少人却都只看到了美国怂恿英国侵入俄罗斯领海，就是为了挑衅俄罗斯。甚至很可能会因为普京强硬的作风引起世界大战。而最近就有人问了普京这样一个问题，而普京的回答也再次给中国上了一课。有些人不能惯。据俄罗斯媒体消息，普京在被问及英国驱逐舰擅闯俄罗斯领海一事的时候，不仅直言不讳地表示这件事就是美国在背后操控的，还在被问及用火力回击英国军舰是否会引起第3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回答，侵犯了俄罗斯领土，就算击沉了也不会有世界大战，因为那些人非常清楚，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想赢是不可能的。这话说的着实霸气，虽然那简单粗暴，但是不得不说还是非常正确的。毕竟俄罗斯军事实力在那里，最近还直接海示了自己能够携带6枚波塞冬核动力潜航器的核潜艇比尔格罗德号，作为全世界最长的核潜艇，很有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就服役。这样一来，俄罗斯的实力必然会大增。当然，为什么说普京这番直言给中国上了一课呢？虽然中国和俄罗斯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点普京说的还是很对的，那就是就算击沉了英国的那艘军舰，世界大战也是打不起来的。毕竟英国还没有能力引发世界大战，只要不是中美俄3国正面相对，世界大战就难以正式爆发。所以中国在对待到中国周边海域乱窜的军舰军机，或许也可以强硬一点，只要不伤及人命，不妨碍国际法，在合理又合法的情况下，给那些人一个强硬的警告，甚至在必要时候直接开火。就比如之前美国和法国军舰，一个直接闯入我国领海，一个在边上摸索转悠，中国下次就能用更强硬一点的态度，到时候且看美国还能怎么样。毕竟美国的欺软怕硬都已经是国际公认的事实了，所以这回如果不是俄罗斯实力在那里摆着，换作是伊朗，那就等着被美国再次强抢石油、扣押船只了。回顾这100年，中国历经坎坷才重新屹立东方，然而这一切还远没有结束。现如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充满敌意地将中国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在美国看来，中国是其实现全球霸权路上最大的阻碍。如果再任由中国崛起的话，美国霸权将会遭到极大挑战。这对于一心想谋求世界霸权的美国来说，简直是一个巨大冲击。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费尽心思想尽一切办法遏制打压中国，就成为了美国的本能反应。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唯有加快发展自身来对抗美国霸权。历史验证也证明，强大的军事实力就是对霸权最好的威慑。其中，在制空权日益突出的当下，先进战机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不少分析人士指出，先进战机已经成为了当今世界军事强国的标配。而就中国而言，能够代表中国空军实力的战机当属歼20。日前，解放军空军歼20进行了一个大动作。据悉，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15架歼20战机组成了3个器型编队，威风凛凛地通过了天安门广场。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刻，歼20这一罕见动作背后所传递出来的信息也是极其震撼的。我们知道，歼20战斗机是目前世界上继美国 F-22、F-35之后第3款列装的第5代战斗机，其优异的隐身性能、超音速巡航能力以及超视距打击能力，足以令对手胆寒。某种程度上来说，在5代机的部署和实操上，中国已经抢占了先机。可以说，单单一架歼20背后的战斗力就十分令人惊喜。但是这次我国直接出动15架歼20编队，放眼整个世界来看，这样的动作都是十分罕见的。那么这背后到底有什么特殊含义呢？结合近段时间美军疯狂挑衅来看，这似乎是我国向霸权主义发出的一个强大信号。这似乎同我国在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所发出的警告相吻合。中华民族历来都具有极强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因此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允许任何域外势力，尤其是美国霸权主义势力欺负、压迫、奴役我们。如果霸权执意为之，那么必将在中国人民用强大武器筑成的钢铁长城前碰得头破血流。可以说，这是中国向美霸权主义发出的最强音，希望美国等细心听取，勿谓言之不预。